基辅市民们在标志性的马伊丹广场上欢呼口号庆祝。没错，赫尔松收复了。这是俄军自2月24日入侵以来第3次大规模的撤逃行动。第一次是在春季被乌军打的，放弃了对基辅的进攻；第二次是在9月份被乌军赶出了哈尔科夫地区；第三次就是这次从赫尔松撤逃。那么此次撤军会是俄军的阴谋吗？撤军后的俄军又要面临怎样的困境？位于克里米亚以北的赫尔松是俄军2月入侵乌克兰后夺下的首个主要城市，也是战事爆发以来俄罗斯控制的唯一地区首府。普京本希望将该市打造成为一个象征。他在9月吞并包括赫尔松在内的4个乌克兰地区时曾说，他们将永远属于俄罗斯。然而过了1个月就被乌军收复，不知道他的脸疼不疼，公信力会不会持续下降？当然，仔细分析的话，我们能分析出此次俄军从赫尔松的撤逃行动与之前从哈尔科夫溃逃的情况是有所区别的。俄军从哈尔科夫地区溃逃，在战略战术上，俄军是受到了乌军在赫尔松反攻的迷惑，抽调了1半以上的部队驻扎到了赫尔松，在伊久姆仅留下约2万人驻防。而乌军清楚地知道伊久姆是俄军在哈尔科夫的最大根据地，但却没有选择正面攻，而是采用了穿插迂回反包围的战术，绕到了伊久姆的身后，先将防御薄弱的巴拉克列亚和库皮扬斯克给打掉了，这使得伊久姆成为了一座孤城，然后继续向后穿插直抵奥斯科尔河。因为一旦奥斯科尔河被乌军截断，伊久姆城里的俄军就会变成瓮中之鳖，孤立无援，这也直接导致俄军的心理防线溃散，在最短时间内涌向奥斯科尔河以东，乌军则乘胜追击，一路尾随，收割俄军丢弃下的各种武器装备。不得不说，乌军这种不攻城却得城的战法显然比乌军更加高明。在武器装备上，俄军的常规武器装备过于落后。自从美国援助的海马斯抵达乌克兰战场后，俄军就开始陷入被动，对海马斯难以形成有效压制，既没有精确制导的高精度火炮系统，也没有先进的大型察打无人机，对海马斯无可奈何。而当乌军的海马斯摧毁伊久姆的唯一铁路线时，伊久姆的俄军当即士气溃散，败退而逃。而乌军在北约长时间的援助下，当时哈尔科夫的乌军已经全面换装北约武器装备，战斗力相比俄乌战争初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部分武器装备上，乌军还比俄军略有领先，如哈姆反辐射导弹、海马斯火箭炮以及 M777 神剑炮弹等等。这些北约先进武器都比同类型的俄军武器更加先进，再加上有北约情报网以及北约高级参谋的帮助，乌军已经鸟枪换炮，成了北约重新武装起来的斯拉夫战士。当然，也不排除俄军过于轻敌，侦察力量严重不足的原因。因为就算俄军的卫星系统失灵，其地面侦察无论如何也不能摸鱼才对。但从战争过程来看，俄军仿佛无头苍蝇一般，根本不知道乌军从哪里出击，也不知道乌军的火力配置，可见俄军对乌军的轻视程度之高。而且俄军还不够团结，指挥体系十分混乱，经常出现内讧或者出卖背叛的情况。比如在哈尔科夫大反攻中，卡德罗夫第一时间命令车臣武装的一个团逆行进入战区，去援助伊久姆的俄第20集团军。然而，俄第20集团军在完全没有知会卡德罗夫的情况下，把卡德罗夫的一个团丢在了哈尔科夫的战场上，作为殿后部队，最终导致车臣部队一次性损失近1000人，一个团差不多被打完了，成了掩护俄第20集团军撤退的炮灰。这才有了小卡怒斥俄军指挥官不会指挥的视频。我们再看此次俄军从赫尔松撤退的情况，根据俄罗斯官方11日的表示，有3万俄军和近5000台武器装备军车已撤离到第聂伯河对岸，并无折损一兵一卒。克宫还首次对这次撤军表了态。俄总统府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军尽管已撤出赫尔松，但该地区仍然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主体，不可能有任何改变。这些话我们听听就好，不一定是真的，因为乌克兰方面的形容与俄罗斯的形容完全相反。在乌克兰的形容中，俄军是在混乱状态中撤离的，一些士兵在撤离时还脱掉了军服，丢弃了武器，甚至有人在越河时溺水身亡。
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次俄军在赫尔松的撤军并非在战场压力下被迫实施，而是经过1个多月的计划和谋算，或许他们是想通过某些手段来改变俄军目前的惨状。2. 俄军撤出赫尔松的行为，无论俄罗斯总参谋部背后有怎样的计划，还是为乌克兰设下的某种陷阱，其撤军本身就意味着对其自身弱点的承认，这对俄军无疑又是一次惨痛的失败。本来军心就乱，现在恐怕就到了崩溃的阶段，所以俄军即将要面临的第2个困境是情报装备落后，军心不稳。而随着俄空天军司令苏洛维金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俄军导弹部队开始着重打击供电站、通信基站、铁路等乌后方民用设施，试图推进战争进程。但在西方制裁下，俄军好像已经没有足够多的新锐导弹来维持作战了吧？比如在克什大桥被炸后，俄军重启了对乌后方目标的大规模导弹攻击，仅10月11日一天就发射了84枚巡航导弹。但在声势浩大的攻击背后，俄军库存战术导弹不足的问题也再度显现。据泽连斯基曾经表示，俄军至少动用了2600多枚导弹，再加上近期重启的大规模导弹西城，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俄方应该已经使用了超过4000枚各类导弹，不仅数量多，而且型号也很杂，像海基的口径、陆基的伊斯坎德尔、空射的 KH-101、匕首等都有出现，只是使用的频率一直在下降，可见俄军库存已经较为紧张了。而且俄罗斯国内导弹产能又跟不上，再加上俄军一直很缺钱，更不用说面对西方的制裁，俄政府不可能将手中的钱全用到战争上，而是需要在经济、民生等领域花不少钱，以稳住国内局势。这种国库和弹药库双双见底的情况，很可能是俄军接下来面临的第3困境——后勤补给困难。另外，俄军这种对乌克兰进行的报复性空袭，虽然摧毁了乌克兰多座城市的电力、能源系统，在军事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是这样的行为也成功激起了乌克兰民众更多的民族仇恨和更顽强的抵抗决心，不仅让中间派倒向反抗派，还会让原本亲俄的乌东民众寒心。因此，俄军接下来面临的第4困境很可能是失去民心。俄军面临的最后一个困境就是它紧张的国际关系。关于乌军收复赫尔松，法国总统马克龙就通过推特表示了欢迎，并说法国将继续站在乌克兰人民一边。另外，在 G20 峰会在15日开始前夕，尽管普京已决定不出席峰会，法国总统仍表示希望看到对话的可能。一名马克龙的顾问说， G20 有一个非常明确要求和平、要求俄罗斯战争降级的内容。20国集团的多数国家都认为这场战争代价巨大，对世界及所有地区无法承受。可能有小伙伴疑惑，为什么要专门提法国呢？这是因为继美英乌俄之后，法国也加入到了他们的核武器讨论组。为什么20国集团的多数国家都认为这场战争代价巨大？就是因为这几个国家在讨论核武器。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以来，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核武器有关的讨论便再也没有断过，他们固定的话术就没怎么变过，都是我有核武器，可我不会用核武器，核武器会带来灾难，可我不想带来灾难等等。但无论他们的话术多么克制，只要谈起核武器，就意味着文明可能有全盘毁灭的风险，都是在拿全世界的人做人质。按照拜登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即将面临着60年来最严重的核武风险。自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俄罗斯的核威胁可能会导致世界末日，但紧接着白宫立刻为这番话降温，说并没有发现俄罗斯要动用原子弹的迹象，也没有发现普京有动用核武的相关情报，同时也为我们传达出另外一层意思，美国也不会动用核武器。在核武器讨论组中，自然也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加入。他说，俄罗斯正在讨论要不要对乌克兰动用原子弹，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举动，而能为泽连斯基话术降温的也只有他自己。他随后又对外声称，关于外界对于他谈论核武器的报道属于是英文翻译的错误，正确意思是要小心俄罗斯发动的袭击。俄罗斯一方，梅德韦杰夫暗示过俄罗斯的核力量，而为梅德韦杰夫话术降温的是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
他说，俄从未有过类似的计划，也从不会用原子弹威胁任何人。俄核武器仅仅只是威慑手段，是防御性质的。可更让人感到紧张的是，美国紧急采购2.9亿美元的抗辐射药物，声称是为预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而负责此次采购的部门又安慰美国民众说，没必要为这次采购而恐慌。这显然又是话术的重复。另外，英国在核武器讨论组中就曾警告过，任何国家动用核武器都要承担责任。同时，英国也宣布会支持乌克兰直到战争结束。以上便是美英俄乌4国关于核武器的讨论，这无疑是让全世界都跟着紧张。而今法国又加入讨论组，兴许这紧张的局势会有所转机。据外媒10月8号的报道，马克龙7号批评拜登关于俄罗斯核威胁会引发世界末日的大话。他认为，关于核武器，政客应必须要谨慎发言。另外，据法兰西24电台的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乌克兰的危机要降级的言外之意就是避免升级，是希望尽快解决这场军事冲突。而后表示，要解决乌克兰人民，要拿出一个让乌高层和人民都能接受的方案。关于乌克兰问题，自从俄乌开战之后，英国的反应是最强烈，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而法国则希望为斡旋化解冲突，并且马克龙已多次通过电话跟普京商谈。但我们要明白，无论马克龙对于核武器的言论多么委婉，无论他多么希望化解核威胁，可只要大国提起核武器，都会引发焦虑。当美英法一起跟俄罗斯讨论核武器的时候，俄罗斯的核威慑力将大打折扣，因为原子弹飞出发射架之后也就没了威慑力。所以这可能是俄军接下来要面临的第5困境，紧张的国际关系。综上所述，即使俄军撤离了赫尔松，所面临的困境仍不会有所减少。火力军整理出的俄军困境依次是内政紊乱、军心不稳、后勤补给不足、失去民心、国际关系紧张。而关于和谈，此前有报道指，美国已经开始施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促其考虑与莫斯科谈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周6在回答对此的提问时说，俄罗斯一直在坚持吞并的离奇说法。他说，在这场冲突中，乌克兰是和平的一方，俄罗斯是战争的一方。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如果俄罗斯选择停止战争并撤出乌克兰，这将是战争的结束。而乌克兰如果先选择放弃停止战斗，那将是乌克兰的末日。可见，俄罗斯即使到了现在，目的依旧是想吞并乌克兰领土。而我们也知道，乌克兰接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俄罗斯军队完全从乌克兰撤出。这最基本的争议点不解决，火力军觉得和谈的希望很渺茫。之后会发展成什么样，火力军也会持续关注的。好了，关于俄军撤离赫尔松后的5大困境，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